大家好，明天是清明节，这个节日总会让人想起那些已经离开的前辈与同事。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地下工程领域工作的人来说，这不仅是缅怀亲人的日子，也是一个回望同行者的时刻。在我的隧道专业职业生涯中，有几位在过去1年中离世的前辈和同事，曾经给予我许多知识、经验与关怀。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的职业道路不仅充满专业探索的乐趣，也始终带着一种温暖的人情味。借着清明这个时刻，我想用一些研究和工作中的片段与大家一起怀念他们。1985年，我进入同济大学，是从核学院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那时我们仍然需要系统学习不少专业课程，其中一门地下工程函数心理学是由一位年轻教师讲授，他就是我的同门大师兄李永生老师。李老师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正是地下工程本科关系，因此讲起这门课来，就像在讲述自己亲身参与的研究历程，条理清晰而又生动。对于当时我们的来说，那是一门既有理论深度又充满启发的课程。一学期结束时，李老师没有安排闭卷考试，而是要求每位同学写一篇小论文，主题必须围绕本格关系。我当时选择了邓耿昌模型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中的泊松比参数进行了分析。我推导了切线泊松比，从而避开了原模型中必须依赖初始泊松比经验公式的问题。按照我的改进模型，只需要4个参数，而不像原模型那样需要8个参数，就可以描述应力应变以及轴向应力、径向应变之间的关系。这篇小论文后来得到了李老师的高度评价。多年以后回想起来，这段学习经历不仅让我对地下工程本科关系有了深入的理解，也让我体会到一位青年学者对专业教学的热情与严谨。其实我后来能够回到同济大学任教，与李校长也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的大师兄李永生已经担任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正是他的提醒使我意识到，在担任了10多年上市公司和阶段公司的总工程师之后，再回到大学从事教学，其实有着一种独特的优势。我记得他当时对我说，你是上海城建集团的总工程师，也担任过隧道股份的总工程师，如果你回同济任教，我们可以给你特聘教授的岗位。我回答说不要，因为我连普通教授的经历都没有，如果一下子做特聘教授反而不太合适，做一名普通教授更适合我。他听后笑着说，如果你只是希望做普通教授，那流程就简单多了。后来我也就这样顺利地从上海国资委系统回到了同济大学。我有时在想，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他的经历密切相关。李校长之所以特别重视我的工程实践经历，是因为他也曾在上海隧道工程公司工作过9年，而且就是邓沟凯外面的气压工。虽然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隧道力学本格关系的，但他在担任教授期间非常重视结合我国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开展科学研究。他曾参与过卢浦大桥、崇明越江隧道、港珠澳大桥等重大工程。上世纪80年代，上海正准备启动大规模地铁建设。当时的上海地铁总工程师王振兴前辈，为了让国内工程师尽快了解国际先进经验，邀请一家美国顾问公司的多位专家轮流来上海讲授地铁设计与施工技术。我当时担任现场口译。有一次，一位美国专家讲授地铁运营方面的内容，由于当时我的英语词汇主要集中在土木工程建设领域，对运营方面的术语并不熟悉，因此翻译起来非常困难，经常难以准确表达。每当我翻译不够准确时，王总都会让我先暂时坐下，然后向大家解释正确含义，再让我继续翻译。当时我一度想打退堂鼓，但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今天你是翻译，你必须翻译到结束。后来回想起来，他这样做其实有2个目的，一是保证专家的信息能够被正确传达，二是让我坚持把这件事情完成。大约20年后，也就是本世纪初，我和王老在东海大学工地再次见面时，还回忆起当时的那段经历。我对他说，正是他当时的严谨态度和不让我退却的坚持，促使我后来在地下工程专业英语方面付出了更多努力。后来在白云说睡节目中，我曾经王老回忆过他从大学时代到退休前的职业历程，但事实上那只是他人生的一部分。退休之后，他又到广州地铁公司担任了几年技术顾问。广州地铁公司的汪文斌、朱卫斌
和居士健等老同事都认为，王老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开拓了广州同行的视野，使大家认识到地铁工程往往需要多种方法的综合应用。同时他还提醒大家，鉴于广州复杂的地质条件，以往国内灯构施工的经验不能简单照搬，而应更多地与欧洲同行合作，因为当时的欧洲同行已经有了不少复杂地层的隧道工程经验。正是这些经验与判断，使广州地铁在建设工程中少走了不少弯路。我原本还想找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再与王总当面聊聊这些往事，然而没有想到他会突然离世。清明是怀念的时刻，也是传承的时刻。那些曾经在地下工程事业中辛勤耕耘的前辈，也许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留下的知识、经验和工程精神依然在一代又一代隧道人之间延续。对于后者而言，最好的纪念不只是回忆，而是在新的工程实践中继续把这份严谨与担当传承下去。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让我们下次再见。